即将枪决的夫妻俩相拥在一起。怎知下令的德军突然倒地，紧接着第二枪、第三枪，一枪解决一个。最后一个新兵躲到车底，他作死的挑起二级头，疯狂试探。正得意自己聪明才智时，一发子弹射穿轮胎，将他击毙。随即狙击手现身，他头缠血色绷带，神情高冷，狠辣中透露着嚣张。他一言不发，默默地搜刮着德军的弹药和食物，然后又消失在冰冷的雪地。夫妻二人目视着狙击手的背影，其实他就是战场上四处猎杀德军，让德军闻风丧胆的红色幽灵。没过多久，党卫军部队来到这里，他们发现了被狙杀的德军士兵。由于1个月内已经有106名德军死在红色幽灵的枪下，上校直接把抓捕红色幽灵的任务交给了伊朗上尉。而另一边，一支苏军游击队穿梭在雪地里，寻找着大部队。林子里到处都是被冻死的战士，士兵们又冷又饿，而且队伍里还有一名怀孕的女军医。胡子见状，决定带大家去朋友的农场稍作休整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潜入农场，这里空无一人。他们走进屋子，刀疤惊喜地发现桌子摆满了食物，他迫不及待地倒上伏特加，准备畅饮一杯，但同伴却拦了下来，两人为此打成一团。看不下去的胡子拉开两人，他表示自己朋友家没有伏特加，这些带毒的食物应该是德军布下的陷阱。果不其然，胡子在仓库发现了被毒死的苏军战士。众人看着满桌的食物不再敢吃，终未让怀孕的内拉和刀疤留在屋里休息，自己带队出去继续寻找大部队和补给。怎知他们刚走没一会，一群德军就来到农场，而领头的正是伊朗上尉。他们开始四处搜寻红色幽灵的痕迹，还在村口设置了警戒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进不来。随后德军来到屋内检查，看到桌上的食物都没有动，他们推测苏军游击队还没来，而刀疤已经从后门溜走，向小队通报德军袭来的消息。此时农场里悠哉的德军正在找乐子，他们抱着缴获来的猪仔嬉笑合影，拍完照还拉着猪仔跳舞。这时突然一声枪响，伊朗射杀了他们的宠物，很快猪仔变成了烤乳猪。而这边的游击小队也悄然返回农场，埋伏在不远处。别忘了还有一个怀孕的军医奈拉，此时他正躲在屋内的箱子里，大气不敢出。伊朗上尉正和副官聊着红色幽灵，他一屁股坐在箱子上，奈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由于受到惊吓，他发现自己的羊水已经破了，接着不小心弄出了声响，这一下引起一个德国士兵的注意。躲在箱子里的孕妇快要生了，察觉异样的德军一把打开箱子，他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年轻士兵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没发出声音。随后士兵装作没看见的缓缓盖上箱子，但鸡贼的伊朗上尉看出不对劲，等他打开箱子时，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随即上尉伸手邀请女人出来，由于女人内拉的羊水破了，她没有办法正常坐下，只能用手臂苦苦支撑。面对德军冷漠的逼问，奈拉镇定地表示自己住在这里，因为害怕便躲进了箱子。新兵一边翻译一边安抚奈拉，但狡猾的副官看着墙上的合影，表示照片里没有他。随后又翻找出奈拉的军服和证件，上面写着苏联游击队卫生员。这下彻底暴露，伊朗上尉命令副官解决掉他。随后奈拉光着脚被带到雪地上，胆小的副官让新兵动手，但入伍不久的新兵还没杀过，他拿着枪犹豫地看着奈拉。此时苏军游击队已经悄悄来到农场，当看到这一幕时，队长准备下令冲锋。这时一声枪响，新兵应声倒下，红色幽灵再次出现，随即扔出一颗手雷，炸掉德军的掩护。奈拉趁机躲进柴垛，外面的苏军游击队顺势发起进攻，同时红色幽灵也展开击杀，躲在雪堆里拿下双杀，然后用敌人的身体做掩护，击毙窗口。德军完成3杀，紧接着一个侧滑4杀。此时游击队遭到德军的机枪扫射，红色幽灵果断从后方绕过，直接拿下5杀。红色幽灵越战越勇，紧接着他冲入桑拿房，怎知被副官浇了一头开水，随后他撒腿就往外跑。德军副官为躲避子弹，一个趔趄撞在树桩上，磕掉满口牙后倒地开始装死。此时装死的装死，光膀子的光膀子，隐蔽的隐蔽，德军士兵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农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光屁股的德军上尉伊朗被动的夹紧双腿，他实在耗不下去，于是让士兵把枪扔进来。怎知士兵大吼一声，全扔在了谷仓外面。伊朗只能用镰刀勾到步枪，红色幽灵见状直接一枪打断镰刀。伊朗气急败坏，捡起步枪准备反击，怎知躲在木屋里的士兵被摸上来的苏军游击队员打成筛子。最后一个士兵甩出手榴弹，准备上车逃跑，紧接着就被一枪击毙，士兵接二连三倒下。伊朗见大势已去，只得在仓库里翻出一件女人的衣服，穿上后撒腿就要跑。德军准备枪决怀孕9个月的孕妇。随着一声枪响，士兵应声倒下，红色幽灵再度出现，德军小队全军覆没，只剩下蒸桑拿的上尉伊朗。他见局势不妙，拿起身旁的碎花裙就要开溜。随后上尉奔跑在苍茫的雪地，连滚带爬地找到了大部队。受到奇耻大辱的上尉决定再次发起进攻，而这边苏军游击小队端着枪来到谷仓，发现德军已经逃之夭夭。桑拿房传出动静，队员抠开门一看，红色幽灵被锁在里面。经过一番苦战，孕妇内拉获救。苏军看着德军带来的食物，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。此时那个磕掉牙的副官还趴在地上装死，刀疤路过时差点被绊倒，他回头就是一脚，副官已经忍者剧痛继续装死。没过多久，
装死的副官快要被冻成冰棍。等到四下无人时，他站起身，拔腿就跑。此时房间里的苏军游击队乱成一锅粥，娜拉一声惨叫，快要生了。一屋子男人，也只有经验老道的胡子能稳住。在胡子的努力下，以及内拉的尖叫声中，孩子顺利出生。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时，伊朗上尉带着大批德军悄悄包围农场。上校命令迫击炮发动袭击，此时苏军游击队根本无力还击，几间木屋很快就要夷为平地。就在这时，提前隐蔽起来的红色幽灵出手，上校不断命令着开炮，不知怎么的，突然身后扔来一颗手榴弹，爆炸响起。伊朗上尉回头一看，上校已经被炸没了，他只能孤注一掷，带领所有德军发起最后冲锋。上校也在最后时刻见到了传说中的红色幽灵，德军将包围圈不断缩小，苏军游击队在各自的掩体中顽强抵抗。这时，一名德军士兵摸到窗外，朝屋子里扔去一颗手榴弹。2名苏军早有预判，他们配合默契，迅速将手榴弹扔出去。此时，另一名德军正准备丢手榴弹，下一秒就被精准爆头。由于德军在人数上压制着苏军小队，中尉也不幸中枪倒地，闻声赶来的胡子也被乱枪打死。新兵见队友纷纷倒下，不顾危险冲了出来，怎知刚露头就被藏在门外的伊朗一枪击毙。即便大势已去，可战斗民族的野性不可估量。刀疤用半瓶伏特加给中尉疗伤，剩下半瓶给自己壮胆。喝了生命水的刀疤如战神附体，瞬间开启无敌模式。他拎起重机枪疯狂扫射，接连干掉数个德军，同时敌人的子弹打在身上，刀疤也毫不在意。这时，一个德军拿起手榴弹从后面偷袭，受伤的中尉一把按住，手榴弹在2人之间爆炸。刀疤看到中尉牺牲，还没反应过来的他被伊朗上尉一枪爆头。这场惨烈的厮杀下，只剩红色幽灵和德军的伊朗上尉。几个回合后，人头马大的德军一拳撂倒红色幽灵，红色幽灵捡起镰刀完成反杀。当他准备起身时，却被一枪击倒，而开枪的正是那个磕掉牙装死的副官。人人惧怕的红色幽灵阴差阳错死在他的手上。副官兴奋的仰天大笑，但是反转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。一声枪响，副官也应声倒下。红色幽灵再一次出现。其实红色幽灵不是一个人，它代表的是苏联人民的战斗精神，是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勇士。